哎，罗千依，刚给你安排好的检查，你怎么又乱跑啊？我一会儿就回去，等我一下。哎呀，亲，不是，是你。怎么啦？来，感谢2位小演奏家的表演。从我父亲创办民友集团开始，就有了七彩计划，帮助了很多像他们这样有才能的孩子。但是今年的卡特嘎拉，因为一些误解，导致筹款失利。民友集团董事会再三考虑，认为无力继续承担七彩计划在全国各地校区的开支，做出了退出的决定。所以，希望七彩计划能够继续办下去，是我的个人意愿。我个人决定，带着孩子们举办一次义演，希望能够呼唤社会各界的资助。我会捐出我的财产，成立七彩计划基金会。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七彩计划一次机会，给孩子们一次机会。谢谢。您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罗千怡小姐会参与这次义演吗？不会。那在这个时候，霍佑熙小姐的出面是在传递什么信息吗？是罗小姐被除名了，对吗？没有这个意思。就在不久前，罗小姐还在微博上晒出了您2位的订婚戒指和这些孩子们的照片。您可以向我们解释一下，罗小姐为什么会缺席这次计划呢？因为私人原因。那2位准备在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呢？这也是私人问题。网上有人在医院看到罗千怡小姐受了重伤，并且传言您应该为她的受伤负责，甚至涉及到家庭暴力的问题。您对此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？这是没有根据的谣言。网上有相关视频流出，您看了吗？大家好，请不要问一些无关的问题。所有无关这一次义演活动的问题，我们不会回答，谢谢。可是罗小姐不是卡拉嘎拉代言人吗？您是民友集团的总裁，为什么会让七彩计划和民友集团分家了呢？您给大家说一下好吗？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？解释一下好吗？对的，你可以说明一下吗？谢谢谢谢。哎，你别走呀！别走，你刚说一下，别走呀！说一下好吗？哎，别这样了，别走一下了。说一下好吗？视频出了点问题，不能再说下去了。所以他们都是说的是真的吗？他们是造谣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跑？因为现在不能随便乱说话，不然对学校的影响不好。以后我们会跟记者解释清楚。那你为什么要把千一姐除名？这一次演出她参加不了。因为你伤害了千一姐，我们才见不到她，对不对？你们要相信我。在见到千一姐之前，我不会相信你的。喂，千一不见了。我托人调出来的，你们看，他是自己走出去的，也许只想散散心，咱们先不要乱。就算是看到字条了，我还是不放心。你们不知道小提琴对千一有多重要，我怕他真想不开啊。哎，不行，我还是回工作室看一下。那我也去薰衣草咖啡馆看一下。千一姐，他们说你受伤了。怎么了？
千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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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家吗？喂，千怡找你了吗？千怡，没有啊。怎么了？如果他要找你的话，你马上告诉我啊。哎，刘希。哥，家里没人，我会在这儿等着的。好。他们说佑泽哥要把你除名什么的，然后他们就都在问，你为什么不出现？反正后来现场就乱糟糟的。不过现在没事了，你这就去找那些记者，让他们不要再乱说。阿生，我不能跟你去。为什么？对不起。欣欣。千叶姐姐。千叶姐姐，你没事？跟那些记者说，千叶姐好好的。其实我不是罗千怡。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所以我不能代替千怡去回答那些记者的问题。对不起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欣欣，在学校里看到你拉小提琴，我是真心的觉得你拉得很好，但是我不能指导你，是因为我真的不会拉小提琴。你骗人！这段时间骗了你们，对不起。千叶姐，哎，千叶姐姐，千叶姐姐，千怡不见了，这么大个人不见了，你要是看到他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好。你那儿有消息吗？这都是怎么回事啊？已经一整天了，要报警吗？监控显示，他是自己走的，不构成失踪。千怡也许就是为了躲着警察，所以才自己走的。我不相信千怡会做出那样的事情。警察已经开始介入，我没必要骗你。他到底能去哪儿呢？千怡一心想成为最伟大的演奏家，受了这样的伤，我真担心他想不开。小东，本来还以为千怡会来这儿呢，所以来找找他，结果也没找到。也不知道他还能去哪儿。我没想到你会来找他。总觉得我跟他有一些牵绊，
所以我也希望他能够好好的。今天，你为什么会告诉阿生和星星你不是千一？我不想再扮演罗千一了，这样对所有人都不公平。如果他们以后知道了我是在骗他们，该有多难过啊！我自己知道，那种谎言被拆穿之后，那种失望有多难受。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再自私一点说，我不想等我回了日本以后，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存在过。你当然存在过。喂，干嘛？你是发型做失败了，还是想装酷？大晚上还是在屋里，你戴什么帽子呀？不想被人误会了。误会就误会呗，反正真相啊，迟早所有人都会知道的。那不然嘞，你总不能把头发染回去，还把手假装包成那个样子，那边随便有点风吹草动，你都要一直演下去。我今天跟阿生和欣欣说，不是罗千一。你做的对。真的对吗？可是，大家需要一个罗千一出来解释啊，不然的话，七彩计划就会一直被质疑。那孩子们怎么办呢？道理是这样，没错，但是你总不能一直欺骗下去啊！你要放过你自己，你没有必要替罗千一承担她的责任。每个人都是宝贵的，你要活出你自己的样子。过属于自己的人生嘛，你是对我说的。病人生命体征异常，12号病床。我进去看一下。来自我。放心吧，刚刚只是感应器掉了。
千一还没回来。千一会怎么样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想不到他会去哪儿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对他的了解真的少。那现在千一不在，外边的传言我们该怎么解释？不用解释，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我。总之，七彩计划不能停，要坚持。只要让大家看到七彩计划的意义，我就算完成任务了。阿生，外面那些谣言，先不要跟别的同学说，好不好？我怕他们乱想，会影响后面的活动。他说是真的吗？之前我们看到的都不是罗千怡。是真的。他叫宋晓东。那为什么他跟千一姐长得一模一样？是双胞胎吗？不是。我3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。霍总，哎，贺老师，出了些问题。明佑负责七彩计划善后事务的人跟我们说，我们不能收您的钱。我支配的是我个人财产，民佑的人没有资格管。他们说，公司的账目没有交割清楚，如果我私下收您的钱，有帮您洗钱的嫌疑，不合规。他们甚至会告我受贿。胡说八道！霍总，您个人会不会接管七彩计划？您可不可以给一个准确的答复？你放心，我会处理的。佑泽，或许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不能放弃。孙总，以后多关照啊。我这有点事情，晚点再给你打。你怎么来了？董事会让我回来。打算提名给我个 COO 做，以后直接对董事会负责，你也管不了。COO？ 怎么？董事会是想让你把民佑集团掏空吗？听说你们跟陈董借了1000万美钞现金啊，不少钱啊。他是想携款逃去国外，还是你们霍总惹什么麻烦想去摆平？就算是陈叔，搞这么大动静，也不可能无声无息的嘛。七彩计划这个烂摊子有人肯接手，我们当然高兴了。但这个霍有泽不行啊，他这个人的人品，我们现在信不过。别总把什么不清不楚的钱都卷了进来。那笔钱我们已经还给陈董了，而且这件事情跟七彩计划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算你们不想让佑泽接手，那至少要想一个过渡的计划，不要卡着给学校的钱。可老子高兴啊！这拳我可没忘哦。走了。
哎，你给梅子做什么啊？她食料清淡一点哦。知道啦。还有，你回日本的时候，可以带点调味料啊、酱汁啊什么的。我听说那边挺难买的。而且，你的味蕾在祖国的美食海洋里徜徉了这么久，你回去会不会不习惯啊？你不要再唠叨我了，我是那边长大的好吗？哦，也是啊。那其实我可能不习惯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想送你过去。大可不必。我不是攒了很多假期嘛，我可以顺便过去度个假。而且之前呢，我替你查病历的时候，跟很多日本医院建立了联系，我得走一下人情嘛，说不定可以建立一个学术交流什么的。你到底想去干嘛？我要收集一些手办，总要过去看看吧，不然你以为我要干嘛？梅子才刚醒，什么时候能走都不知道呢。哦，那在走之前这段时间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新生活的可能呢？什么新生活啊？没时间想啊。啊，知道。除了李先生，我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过借钱的事情。李先生对你父亲和对我之前有过关照，我不能对他不负责任。佑德，你最近做的事情太让人担心了。陈叔，我理解的，事情传出去就传出去了。我们身边一直有各种人盯着，不是吗？你明白自己的处境就好。你父亲创立了七彩计划，树立了民有企业形象，也收买了人心。那些人盯上七彩计划。陈叔，我爸的用心，我不是这么理解的。爸爸办七彩计划的时候，我还很小，但他一直告诉我，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是多彩的，财和权不是全部。我也是最近才明白，他留给我的所有东西里，七彩计划才是真正的财富。这些年，卡勒嘎拉起码证明了一点，我跟千一还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不希望大家谈论到他的时候，只是我霍佑泽的那些私事儿。但是，你当初让千一做了这么个形象大使，本身就让七彩计划捆绑上你们那些事情了。现在他出了状况，七彩计划必然变得尴尬，老李他们一定会逼你放弃。陈叔，你看能不能这样？您牵个线，我跟他们谈谈。这样太窝囊了。你当初就不该说出退位的话来，也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。孙雷、厉晓而任重，走不远。你现在索性回来，我们把老厉父子俩打下去，不就好了？我做不到了。哥，小东发消息给我了，昨天晚上梅子醒了。我们联手，你应该有信心。我知道了，谢谢陈叔。爸醒了吗？还没有。那如果有警察来问我，我应该怎么回答？你就老老实实说就行了，反正你也是被胁迫的，不用害怕。
以后咱们别再过那种偷偷摸摸的日子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怎么办？你想让老冯当你爸爸吗？老冯？太奇怪了吧？还好吧。其实老冯一直在帮我们，也只有这一个办法可以让我们有合法的身份。你想想，其实他也算是看着我们长大的。那听你这口气，反正就是我们也没别的选择的意思呗。正好就借这个机会呢，改掉你那个小偷小摸的习惯。哎，那我们要是回日本了，你的医生男朋友怎么办？什么医生男朋友？他不是我男朋友，在乎他干嘛呀？你不在乎？优质男生哎，对你又那么好，我觉得吧，你要不就争取一下，说不定他就追你到日本了。像他这种技术人才，应该到哪儿都挣了不少吧？对吧？诊断后面是什么？你别！这是什么？啊？医院的理疗仪。理疗仪，来，我帮你扫一扫，扫一扫。这可是最新款啊！哎，我都没有，你哪来的？哎呀，医院挺无聊嘛，借来解解闷。借来的。哎呀，又开始了。宇航医生真的挺不错的，一个游戏机你就把我给卖了。我是个病人，你还打我？嗨。哎，你不是那个有钱？千一找到了吗？我想，他是在刻意躲避所有人。那七彩计划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在沟通。我想成立一个基金会，然后让民友集团把七彩计划转给基金会，来保障孩子们的权益。但是这中间有许多交接。所以没那么快。我看到到处都在说你和千一的事情，会有影响吗？千一受伤，我有责任。我本来是希望。本来是想在我的名声还没有完全糟透之前，在仅有的这一点时间里，我可以把七彩计划的未来安顿好。可是现在，我觉得你的错跟七彩计划无关，拿七彩计划和其他的别的事混在一起，不公平。其实这所有的结果。在我懦弱地逃开雪崩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注定了。我有预感它们会发生，所以我一直在拖延，在隐瞒，在欺骗，在逃避。我甚至告诉自己，那是因为爱，以此来换取时间。但是雪球越滚越大。雪崩总会来的。
也是因为这个雪崩，所以我才会认识像你这种远在天边的贵公子啊。什么贵公子？其实，我很怀念我们在学校的日子。其实那段时间很开心，也很宝贵。但是，该结束了。如果我有更多时间的话，算了，该结束了，我先走了。你们还好吧？不是说让他全权代表你吗？怎么，柚子，你不放心呐？你要创办基金，自己又不敢出头做理事，还想把李维新叫回来出头。你最近是钱上也不干净，人上也不干净。非公募基金必须到民政登记，不是我故意卡你。前几天，我跟一个流氓谈判，你们的吃相倒是跟他一模一样啊！哼，谈条件吧。我们要的很简单，先想一个临时的办法，让七彩计划名下的学校现金流不能断。等我们这边基金会做好了，我会做一个交接。财务的问题，我们先垫付都没关系。还有，明天的董事会。你要的职位，我们也可以投赞成票。你们提条件吧。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吧？何有泽，你原本要送给他的所有股份，我让你无条件的送给我的儿子，这就是我的条件。你。好。喂，有青怡消息了吗？青怡接我电话了。他怎么样了？他没说话，只给我发了一条信息。他说他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有消息总比没有好。嗯。哥，你回来了，先吃点东西吧，我这边还有一个汤，马上好。啊。
快吃。小的时候，纯真与感动，是的，简单却轻松。好吃。是的，现在却是陌生。是的，还在徘徊着的，我却不懂。尝下。哎呀，你们两个。我很怀念我们在学校的日子。其实那段时间很开心，也很宝贵。如果我有更多时间的话，小的时候，纯真与感动，是的，简单却轻松，是的，现在却是陌生，是的。现在网上啊，都抓着霍有泽的钱可能不干净这一点不放。有人说他拿了大量的外汇现钞，有贪污公款、准备外逃的嫌疑。这笔钱应该是他前不久为了和宋正南交易而拿的吧？但是很奇怪，你不觉得吗？七彩计划好像不存在似的。网络炒作总是喜欢迎合吃瓜群众的恶意心理的。你想啊，一个富豪的陨落总是比较吸引人的，而七彩学校只会很快被人遗忘。喂。过来，跳，小心点啊，小心点啊，躲开啊，对，摁两下，跳，嗨，哎，哈哈，耶！幸好有你，还带我出来打游戏。本来这几天我一点都不开心的。
一想到我哥要面临那一切，我心里就不好受，总感觉像在做梦一样。但现在跟你这么打游戏，我就知道这一切都真实发生过了。七彩计划是不是遇上什么大问题了？我哥他根本就来不及把七彩计划从没有集团名下转出来。现在公司的善后小组都拒绝我哥的捐款，好几个学校现在都没钱用了，只能干着急。那他们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捐款呢？那些有钱人绕的弯你都不懂，慈善活动的账目必须都是公开透明的，结果他们以我哥什么最近账目往来可疑为理由，拿公司章程卡着。他们觉得我哥是急着靠七彩计划挽回名声，所以想借机敲诈，想要我哥手里的股权。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啊？我哥本来想在自首之前把七彩计划干干净净的交给基金会，但现在这个人你认识吧？就是我爸。发生车祸的时候，是你开的车。当时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公园里呢？去拿钱。什么钱？那个有钱人要拿钱赎小东。小东就是你刚才提到的，本应该跟你们在一辆车上的姐姐。对。你爸利用这个姐姐，去要挟那个有钱人。因为小东长得和那个有钱人的未婚妻一模一样。是这个有钱人吧？对，侯有泽。这件事情确实很复杂，但是我有足够的资料证明，罗千一和宋晓东是不同的人。理解，但是作为一个警察，我们查案是靠证据的。眼前这个说法太过离奇，如果基因检测都能说明你口中的宋晓东就是罗千一，那我就不能凭着你的那个说辞认为霍有泽做了什么。等找到宋晓东和罗千一，一比对，就全明白了。放心，我会查明白的。病人什么时候能醒？他现在情况比较复杂，我们去办公室说吧。